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魔幻小周。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测评内容呢，是来自于 Marvel Legends X-Men 97里的 Wolverine， 也就是金刚狼这样一个角色。OK， 我们废话不多说，还是从和会开始说起吧。OK， 那我们现在来看到挂卡的详情吧。那么可以知道 X-Men 97其实大多数出的套装都是挂卡的一个形式。然后正面左上角采用 X-Men 97的一个大型标志，左边是一个人物动漫例会，然后上面是其他人物的一些例会的一个总和。然后得益于挂卡的这个形式，那也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些配件，一对握拳手、一个面罩头以及一个面罩的配件。而后我们来看到背面的话，其实就是 Wolverine 这个玩具的一个例会图，以及其他的同期的其他5款产品，排皇小淘气、风暴女万磁王。其实这一套里面的几只都还是质量不错的，以后有机会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解说。OK，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主体的表现吧。OK， 那么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呢，就是主体以及其他配件的一个详情内容了。可以看到这次挂卡的配件其实给到的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我个人认为给的恰到好处但是如果能多给一些Wolverine 的首饰，那会更加的好一些。OK，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配件的表现吧。那首先是一对老生常谈的配件，也就是金刚狼的爪手。那可以看到每根爪子，包括伸出爪子的连接处，都是给予了单独的分件，这点需要表扬但是这个爪子的塑造方面还是有一些欠缺它只是给到了6根圆柱体一样的东西来表达金刚狼的这个爪子和以往的金刚狼给出的那种锋利的造型有所不同，那可能是为了还原一下漫画吧，可能漫画里面就是这种感觉。OK，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配件，也就是 Wolverine 我已经将它戴在身上的一个面罩的一个配件。那这个面罩呢，就是在 Wolverine 摘下面罩之后的面罩一个去除的一个配件。那这个配件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毕竟在之前的 Wolverine 里面还是比较少见这样的一个配件的这样的话感觉使这个金刚狼这个角色战衣版的角色会更加完整一些他裸头之后有一个帽子耷拉在背后，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OK， 那么接下来再看到大家比较在意的一个配件，也就是金刚狼的一个面罩头雕。那么我这只是有点中奖，出场就自带了一些蓝色的漆在上面，擦也擦不掉所以待会儿我也会说它的素体上面几乎也都是这种材质，所以它的蹭漆还是比较严重的。那可以看到这边一个蝙蝠侠经典的蝙蝠侠互相亲嘴的一个造型这样看会不会更加感受一点两只蝙蝠侠亲嘴的一个表情。然后可以看到这次在下巴上面也是做出了一些细节，做了一些胡渣，然后在嘴唇的光泽度也做了一些小小的涂装这个头雕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喜欢的所以我买了2只 Wolverine， 一只放它的真人头，而另外一只就选择放上这只真人头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主体主体的这个头雕，我只能说非常还原的漫画，虽然漫画里面画的没有那么的帅气把 Wolverine 画成了这副样子但是个人感觉还可以吧，非常还原漫画你从不同的角度看来说，可能会觉得它稍微有点帅气，但不可置否的是，我个人认为这只头雕是金刚狼做到现在最好的一个漫画头雕像之前的天启金刚狼85周年金刚狼没有给头雕天启金刚狼这个头雕是一坨包括金刚狼周年的时候出了很多金刚狼的头雕，我个人认为这一只是完全吊打他们的存在包括上面的一些法令纹胡须的塑造眼睛的喷印以及这个发型的诠释，个人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OK，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可以看到这次的身上的材质和头部基本上就是采用一样的。那么身上的这些黄色大家需要注意，把玩的时候当心蹭漆尤其是这个蓝色的部分，你旋转的时候如果碰到这个肩膀也很有可能会蹭漆上去，大家把玩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那么看到它的手臂，那手臂上面是有做出汗毛的一个效果吧但是并没有像之前的 Wolverine 一样给手臂的一些汗毛给出一些黑色的分色但是这样的话我感觉恰到好处吧，不会显得太脏但是的确也是少了这么个细节，给大家说明一下。那可以看出这次也全部都运用了无孔关节，比较不错。然后可以看到这次是一个腰部的折叠关节以及腰部平转关节，同时给到了一个蝴蝶关节这样一个
情况。那么从现在看来，感觉它的可动应该还是比较优秀的，毕竟给予了这么多的一个可动的关节。可以看一下它腿部一个靴子的塑造还是比较不错的这样一个发色，个人感觉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所有的黄色以及蓝色基本上都是哑光的一个存在除了身上一些黑色的喷印会稍微油一些，是直接喷印在黄色的底漆上那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在黄色底漆上的黑色油漆并不是这么牢靠稍微蹭漆可能就会蹭掉。那么这支Virering 的漆面，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脆弱的那如果大家还不能理解我在说什么，我会把我之前的一支 Virering 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它身上就是长期把玩的一些留下的一些痕迹这边是一些蓝色的漆这个应该是和其他黑色的能够蹭到了那身上的瑕疵还是比较多的当然这是我后面把玩之后的瑕疵虽然说我这支面罩头也有一个出厂瑕疵。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测一下它的可动吧。 OK，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可动测试环节。那么首先是它的抬头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左右基本上就这样一个幅度，和其他人偶都差不太多，然后转头360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它的一个侧平举差不多是到这样，但如果你翻转关节，这样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它的一个肩胛的形式是这样一个形式，所以几乎不会影响它太多的可动。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蝴蝶关节的一个效果吧。往前差不多到这个幅度，往后到这个幅度非常不错，可以做出金刚狼伸爪出来的非常凶悍的一个动作，也是比较不错。然后来看一下它的腰部折叠，可以到这样一个幅度，然后腰部的平转没有问题，是360度。然后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腿的前踢差不多是90度，比较不错。侧踢也是90度，还是不错的一个状态。然后后踢被屁股所限制，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幅度。然后手肘的弯曲是双段关节，差不多可以到这样一个幅度。那么后腿的一个弯曲也是双段关节，是这样一个幅度。然后脚部的接地性还是不错的，也是给到双段关节前后左右转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这里的战衣的一个小腿其实有一个分的旋转的一个关节，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可动我们差不多就测试到这里，我个人认为它的可动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存在。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购买建议环节了。OK， 那么我也是将我玩 Marvel Legends 以来收藏的所有金刚狼都拿了出来，给大家做一个横向的比较直观的一个对比。那么不可置否的是，这款97金刚狼真的是精品中的精品集合了几乎所有 Virering 的一个优点 ，Marvel Legends Virering 的优点不管是在它的可动上还是在它的涂装上，虽然它的一些用料可能会有带来一些蹭漆的烦恼，但是把玩的时候稍微小心一些，感觉还是可以将它给克服一下那么不仅仅是对于它这个漫画角色的完美塑造完美的一个相称也是对其他金刚狼的一个总和来说，这只金刚狼我感觉都是地入的一个存在。如果你非常喜欢金刚狼，已经凑了非常多角色但是缺这么一个97的形象，我非常推荐你购入它毕竟对于我们中国的玩家来说，已经等于是变相再版了在孩之宝进入淘宝店之前和各大平台之前它其实已经出货了在它预定的时候，甚至很多把玩的玩家已经让它放在柜子里面战湿了。那对于这样一个变相的再版，那对于它的价格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它的价格之前甚至升到过300-400块这样的价格就这样一只挂卡 Marvel Legends 人偶可见它的质量之高以及人气之高。而现在在变相再版之后它的价格基本上就跌落到了160、170、180这样一个大的价格范围。那不可置否，这款真的是非常香的一款产品。不管是从性价比上来说现在的性价比，之前的我们不谈还是从它的质量上来说，它的一些折叠关节包括这个涂装这个蝴蝶关节以及腰部折叠，都是给予了金刚狼最好的一个素质我个人认为，如果以后 Maximum 会出金刚狼这样角色，都比较难去超越它这样一个存在那么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没有这只金刚狼，赶快去购入如果你已经有了这只金刚狼，也可以像我一样买2只配备面罩头和面雕头这样2个形象放在一起我
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只金刚狼的。OK， 这就是我的购买建议，感谢大家对萌玩小作的支持，一键3连是我更新的动力。